Hello，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继续上一期的内容，聊二手 iPhone 的二手海外 iPhone 的购机指南啊。上一期呢，我们把这个购买二手手机分成两个部分啊，一个是要懂人，一个是要懂机器或者懂行业。那懂人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查找是商户还是个人，尽量在商户去买，以及呢查看他的交易记录，看看他的交易记录里面已售出的产品是不是都是手机。那其次呢，你可以通过聊天看看这个人对你的印象怎么样，但是呢，你要比较理性啊，就去排除这个态度的问题，因为有些态度不好，并不代表机器不好啊，这个不一定的事情啊。当然，最好的是两个都好了，这个就是要看运气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懂机器或者懂行业。上一期呢，我们聊到了这个什么叫资源机，而且如何查询序列号，然后以及呢你对二手手机的接受程度。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就主要集中在聊一聊各地区的 iPhone 版本的区别，以及什么叫做有锁和无锁啊，主要聊这两个内容。我想我们简单的聊一聊有锁无锁吧，这个好像更基础一点哈。大家如果比较早年就开始用 iPhone， 应该记得当时的 iPhone 是需要越狱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大陆行货，大部分都是美版，因为毕竟你要说 iPhone 嘛，货源最多，功能最全，科技搭载的最先进的，那还是美国，这个全球唯一，没有第二个。那在当年一些想尝鲜的国人啊，都是从美国把水货运过来，就像现在的这个 Vision Pro 啊是一样的。但是呢，那个时候你去买美国的手机和现在相比，你要付出的代价要多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全部都是有锁的手机，所以在当年 iPhone 用户非常熟悉的一个词儿就叫越狱。其实越狱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有锁的手机能够把它转换成无锁的手机。当然我这么说，这个越狱的概念是完全不对的啊，只不过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这个二手海外机嘛，所以你这样去理解，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话题下面也不算错，因为我并不是去聊越狱的这个话题。那现在其实是不用越狱了，但是有锁跟无锁呢，还是一个二手海外手机里面你优先要考虑的问题啊。什么叫有锁呢？这个在中国大陆地区其实还是应该蛮陌生的。如果你就是不是那么去了解海外的一些动向的话，就是你的眼光只放在中国大陆境内，其实你是应该不太会明白什么是有锁以及为什么要锁，是吧？那但是在海外不一样，海外大部分都是合约机。那你说中国也有合约机啊？对，但是中国的合约机呢，其实它的管理你可以理解成会松散很多。你除了有一个所谓的划算的套餐以外，其实也就没啥别的了。但是对于海外的手机来讲呢，它是会通过你可以理解成它通过硬件把这个手机给锁住了，也就是说，这个手机如果是有锁的手机，你就只能用这个运营商的 SIM 卡。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当然现在中国没这回事了啊，但是我为了让大家更熟悉一点，我就举国内运营商的例子。如果中国是有一个中国移动的有锁手机的话，跟海外那个有锁是一个意思的话，那么你这个手机买到手之后，你就只能去插中国移动的 SIM 卡才能用。如果你插了联通的 SIM 卡或者电信的 SIM 卡，它插进去，其实这个手机就直接给你跳到未激活状态了。你别说用了，你连这个手机界面都进不去。如果你把卡拔了，连 WiFi 还能当一个大的小 iPad 用，超迷你 iPad 用。但是你一旦插上其他运营商的卡，马上就会变成未激活的状态，而且激活不了。这个就叫有锁的手机。那无锁的手机就是现在你买的中国大陆版本的啊。中国大陆版是没有锁手机的，全是无锁。所以你买中国大陆的，你随便插卡，你插国外的卡也可以啊，这个就叫无锁。那既然我们今天聊的是购买海外的手机，那么你就一定会遇到有锁和无锁两种状况。而有锁的版本呢，以美国的美版最多，而且在二手手机市场里面也是你会发现美国版的手机是最多的。那么有锁就是说明
这个机主他在购买手机的时候是买的合约机，他是跟美国的或者跟其他国家的某一个运营商签订了1年或2年的固定合约。那也就是说，在他的合约期内，这个手机不可以换其他运营商的卡啊。那换美国其他的运营商的卡都不行，何况你要买一个回来换中国的运营商，那更是不行了。那所以这种情况，你如果买了有锁机，你就必须想办法绕过它的检测机制。那这个呢，对于购买有锁手机的用户，就等于说多了一道屏障了。但是也正因为你多了这么一道屏障，你使用起来更麻烦了一些，所以有锁手机的价格普遍要比无锁手机要低，基本上能低个千把块钱呢。所以从性价比上来考量呢，它还是蛮具竞争力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锁的手机在中国的二手海外市场其实还是蛮活跃的原因。1000块钱也是钱啊，那而且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对吧？那我通过花更少的钱能买到更先进的手机，体验到更先进的科技，其实这个还是蛮有竞争力的。我自己也是在最初买的有锁的手机，因为我当时这个就目的很明确嘛，就是为了要一个备用机，所以其实我不 care 它到底有锁没锁，你即便是没锁，我也不往里装 SIM 卡。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就无所谓。但是如果你要想把它当主力机的话，你就要想清楚了，你得自己爱折腾、会折腾、懂折腾，这种买有锁机会好一点啊。而且呢，你通过你自己的折腾，还能体现出自己在消费上面得到了一个高性价比的这个优越感啊。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但如果你觉得自己驾驭不了，你还是别买有锁机了。你一定要去问好，我是要买无锁手机的。而且呢，有锁手机它不但价格低，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过了2年或者1年或者2年的这个合约期之后，你可能是有一些办法把这个锁给解开的。少部分是过了时间就自动解开了，那有一部分不行，可能你要通过一些特殊的渠道去解。这个呢，你们自己去找啊，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不能保证。那你想想看，如果你买的时候是个有锁机，你花的价格比较低，你自己用过1年之后，或者甚至半年多就能把它解锁了，合约期到了，那这个时候你不就相当于就变成了一个无锁手机了吗？所以正因为有这些原因，虽然有锁的手机比较麻烦，但是它在二手市场里面还是一直长盛不衰，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原因啊。那如果我买到有锁手机，因为如果是无锁的话，那就不用讲了嘛，你塞什么 SIM 卡都可以用。但是如果你买有锁版的手机，它是怎么样去绕过这个手机的检查机制呢？这个我们就不得不说到这个卡贴这个目前来讲，想要解锁无外乎2种方法。当然还有一种是越狱，但是现在很少有人再去用这种方法了。你越狱之后，你在使用上我觉得还是不如原汁原味的系统比较好而且你没有办法系统更新，你也用不到最新的一些功能，体验不到最新的科技啊，这也是，而且不稳定。对于隐私方面的保护也全部都没了，所以这个我还是不太建议大家用越狱这种方式。而事实是99%的人现在都不太会再去越狱了啊。所以如果刨除越狱的方式以外，我们用这个有锁的手机也只有2种方法可以绕开它的这个SIM 卡的检查。一个最常用的就是卡贴，第二个就是用 eSIM 的方式。我们先说卡贴。卡贴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买的是一个有锁的手机，它会给你一个像小孩子玩的贴纸一样的东西，贴在你的 SIM 卡上。那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贴纸了，这个贴纸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像一个纸片那么薄的 SIM 卡。这个贴纸上呢其实是有芯片的。你们如果看过一些就是 DIY SIM 卡的视频的话，你可以发现用这个热风枪去吹那个信用卡，不是信用卡去了，吹那个 SIM 卡，然后拿小镊子去挑，能把那个 SIM 卡的芯片给拿下来。就整个不要那个卡的塑料部分，只要那个芯片的部分，那个芯片真的就像一张纸一样薄。所以卡贴呢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塑料的基底的这么一个薄薄的芯片，像纸一样也能弯折，软的，但是它上面是有感应芯片的。
一面是芯片，背面呢就是一个双面胶。那你在使用有锁手机的时候，需要把这个一张贴纸贴在你真正的 SIM 卡上面，然后再把这个 SIM 卡插在手机里面去。那其实这样有一个风险，就是这样做会让你的 SIM 卡变厚。我一直在 Apple Store 工作的时候，我都不建议我们的用户去拿剪刀剪卡。这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容易把 SIM 卡给剪坏掉，如果手法不好的话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大卡跟小卡呀，它的厚度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用大卡去剪的话，如果是 mini SIM 卡还好，但如果是 nano SIM 卡的话，其实它是比那个 mini 和标准卡都变薄了一点的。那如果你用一个标准卡去剪，或者你拿一个 nano 卡去拿一个 mini 卡去剪，它的厚度还在那儿。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用卡贴还好，但如果你本来就比 nano 卡要厚一点，然后你还上面再贴一个卡贴，那非常容易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把这个 SIM 卡塞进去的时候，这个卡贴就被蹭掉了。但是塞进去的时候被蹭掉的概率还相对小一点，更大的概率是什么呢？你这卡想拿的时候拿不出来了，因为这个卡变厚了，然后你上面呢又是贴上的，那贴上的肯定相比于原本的更容易被脱落嘛。那么在你拿掉的时候呢，那可能它上面一层有一个翘角，就卡在那个手机的边框上面了，造成你这个卡拿不下来。这些都是还蛮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是要用卡贴的话，记得一定要去营业厅换一张标准的 nano 卡，它的厚度是薄一点的，然后你再往上贴，这样呢就是会更保险一点。当然也不是说真正贴上就完了啊。那个卡贴它为什么带芯片呢？因为芯片里面它是有一个解锁的程序的，它会把你这张卡伪装成相应的运营商的卡啊，就符合你的有锁那家运营商。所以在你用卡贴来去激活这个 iPhone 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怎么讲，类似于小程序一样的界面就是跳出来，让你去选择你需要伪装成哪家运营商，然后呢你需要激活的就是要这个绕过审查的方式是什么等等等等，还蛮复杂的。所以说对于小白用户，我觉得你还是绕过这个有锁机，宁愿多花一点钱，否则的话钱也花了，虽然说便宜点，但是自己又不会弄这种东西，你又不可能去请教官方。你像你拿着这个去 Apple Store 去问，那是绝对问不出任何结果的。那你还不如到旁边的小店去问，你问人家老板吧，人家老板忙的什么，有很多这个二手的老板直接在物品描述里就说了，不懂有锁机的不要买啊，直接就说了，我们不负责教你怎么用这个卡贴。所以你看，这个还是你们自己心里要掂量掂量的啊。这个想便宜是要自己付出点努力的哈。那当然就是不差钱，想拿来研究研究也行，就是看各位啊，你们各取所需。这个是用卡贴。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用 eSIM 的方式，因为大家知道海外版大部分都是有 eSIM， 就是电子 SIM 卡嘛。那有一些这个专门做这个就是绕过有锁机的这种商家啊，就是国内的各个平台应该你们都很容易搜到，他会把一个符合你的手机的运营商的这个 eSIM 卡烧录到你的手机里面，但这个卡是没有信号的，你也是不用交钱的，它只是为了绕过那个审查，然后呢让你的实体卡作为第二个卡。那这样的话，其实你一开机之后，你会发现你永远是双卡的状态，你会在那个信号栏里面看到2格信号，那但是其中有一格呢是永远没信号的，就是看起来会别扭一点，你总是有一个没信号的卡在那放着，你也不能把它关掉，因为一关掉又不能用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去解锁的一些弊端吧。我尽量把我知道的告诉各位啊，由你们自己去判断你能不能接受这些东西。如果可以的话，你去买这个有锁机也未尝不可。但最后还有一条，就是有锁机通过解锁之后，非常有可能在手机的信号方面啊，或者在是不是能打开5G 啊，还是你只能用4G 啊，这方面呢就是会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存在啊。解锁一般来说，让你能打电话，能上3G 这个4G 比较
没啥太大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说要信号好，然后又要流畅的5G 通讯，这个呢相对来讲它的稳定性会差一点。好，这个就是有锁机和无锁机。那么各地区的 iPhone 有什么版本？就是版本有什么差别呢？其实我有一期讲这个。国内的 iPhone 都少点啥哈？有一个朋友在我下面留言，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那我在这儿呢，就等于说接着他做一个总结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点上面的链接，我努力的放在右上角哈，右上角这儿啊，我努力的放到这儿。如果我不懒的话，你们自己去搜。如果没看到，你们自己对这边，如果没看到，自己去找一找哈。这个简单来讲。美版的手机，它第一没有 SIM 卡插槽啊，就是没有 SIM 卡插槽的，一定是美版的手机。那你大部分在商家买的时候呢，它会在工厂里面给你就是暴力的开一个槽，这是这种方法来去解决的。那暴力开的这个槽呢，它肯定就没有防水性了，这个你们要注意啊。而且呢，如果经过开槽，那你就没有 eSIM 这个功能了，因为它开了卡槽之后，它是把 eSIM 转换成实体的 SIM， 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手机来讲，它认为你就是烧入了一个 eSIM， 但其实呢，你是放了一个实体的 SIM 卡。所以如果你买开槽版的美版手机，那你就没有 eSIM 了。但好像如果你在中国大陆用，你也没办法，你也只能开槽。那你否则的话，你就没办法插卡了，因为中国大陆没有 SIM 卡。没有这个 eSIM 呀，对吧？那美版手机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会比全世界任何国家的手机都多一个天线，在这个手机的侧面会多一个天线，你会能够看得到啊。这个是毫米波天线，这个是美国特有的，就是世界上最快的5G 网络所使用的一个特别的信号，叫毫米波。这个毫米波的功能只有美国的手机才有，其他国家据我的知识库了解，其他国家都没有，只有美版才有。所以是不是美国版的手机，其实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就是看它的侧面有没有多打一个毫米波天线的孔，有就是美国版，没有就不是美国版啊。至于有没有 SIM 卡，其实不一定，人家有些是开过槽的，你也看不出来嘛。所以这个是美国版的机器。当然美国版的机器最大的好处有2个，第一个是货源特别的多啊，你随便一找都是美版的，美版特别的多。第2个好处呢，就是美版的功能是最全的，它没有任何的锁，所有 iPhone 的功能在美版上都有啊，包括这个 Apple Card 啊，这个 Apple Pay 的这个面对面支付，这些都有，这个你在这个钱包里面都能够看得到的。那虽然没什么，可能在国内用户也没什么实际用处吧，但是它是功能最多的啊，这是美版手机的好处。那日本的版本呢，只要注意一个，就是它所有的拍照都是有声音的，那哪怕你用这个 Live Photo 拍也是有声音的，而且它一般是用最大的音量，这是符合日本的这个法律法规。然后目前来讲，港版的还是跟国行一样是有双卡双待的，好像除了香港、澳门我有没有我不太确定啊，就是香港我确定是跟国行一样的，是双卡双待。所以如果你要买海外版本的话，其实大概率上你不能有这个双卡双待的刚需啊。如果你有双卡双待的刚需的话，那你就只能买港版了。那目前还行，但是港版慢慢的也会不行了啊。我觉得 ChatGPT 在香港已经不能用了嘛，所以在下一期节目我会聊这个深入的聊港版这个话题吧。除了这几个是港版、日版、美版是大家买的比较多的一些版本以外，如果呢你既想省心啊，又就是比较想买这个海外版，拥有更多的一些功能的话呢，你其实是可以碰碰运气，去问一问商家有没有除了美版和日版以外的机器
目前港版是可以的啊，但可能以后如果港版不行了的话呢，你也可以买像我遇到过的有韩国版的，有这个欧洲版的。那欧洲版可能是法国版、德国版等等，这些都有可能的。这些机器其实都是可以考虑的，包括加拿大版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些机器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它们还不像美国版那么激进，它还保留了实体的 SIM 卡插槽。而且还同时拥有 eSIM， 港版是既有 eSIM 又有双 SIM 卡插槽，这个是功能最全的，就在 SIM 卡上功能最全的哈。那如果是原生有 SIM 卡插槽呢，你就省心了好多，而且你也不用再去打孔了，也不用担心这个防水的问题了。那你直接去买这个也是蛮不错的啊。这个在二手市场好像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叫原生卡呀。好像是这个名字哈，我具体记不得了。那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如果你不想买有锁手机，然后也不想买美版，因为美版是要开槽的嘛，那其实你就可以去问一下像这种小众的版本，如果能问到的话，成色啊各方面都还 OK， 价格也还合理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就赶紧下手。这个应该是捡到了，因为这些地方的版本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第2期的内容啊。其实没有想到这个二手手机购买指南还能录个上下期加起来将近有半个小时多了，超过半个小时了。但是我总是希望能够说的详细一点啊，就是让稍微懂一点的咱们引起一些共鸣嘛。但是就是如果不可避免有一些新来的，完全对这个行业比较陌生的，我觉得如果你想往这方面靠，我们说的更加亲民一些、科普一些，也能够对更多的人有帮助。那如果大家再想到更多，也欢迎各位在下面留言啊。还是那句话，目前以我的这个订阅量呢，我基本上呢还能够保证每一个留言都能回，最起码我给您点个爱心，还是能够做到的哈。好嘞，非常欢迎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